好，我們現在來關心的是泰檢的戰爭，因為已經2週了，但是重點是到現在是全面的升級，這個衝突爆發，817公里的這個火線現在完全的失控。今天我們就這些議題來特別做關注。好，先來看到是我們看到這個泰檢的衝突嘛，雙方在817公里的陸地的邊界爆發的衝突，戰火持續的延燒。本來一在旁邊的這一些零星的戰火，我們可以看到哦，沿海的零星戰火已經延燒到了內陸去。泰國跟柬埔寨各自祭出什麼樣的武器呢？泰國仍然是出動它的 F-16跟它的施救戰機，攻擊的地點是吳哥窟附近的。我們看到這個是在暹粒省這個地方。柬埔寨則是出動它的火箭炮，持續的針對泰國做攻擊。而且呢，根據當地柬埔寨台商做了一個採訪，他們的最新採訪的說法，他們說呢，泰國的軍方內部已經開始放話了，非常的狠，要在100天內，他們要打到金邊這個地方，所以台商非常的緊張。現在他們都已經開始收拾他們的行李了，攜家帶眷跑到菲律賓去逃難、去避難。在這個時候，泰國繼續的補槍。泰國說，國防部說要全面限制住這個邊界的一個關卡，不讓這一些進入的燃油運輸可以進入到柬埔寨的內部去。好，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酈將軍，從軍事面來幫我們做一個判斷，泰軍真的有可能如他們所放話的100天之內打到金邊嗎？泰國這一套，包括剛剛我們看到的有空襲 F-16，再加上他們的封鎖政策，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戰略目標？將軍怎麼看？講到軍事哈，你必須要接受一件事情，軍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導哈。政治的目的是什麼？才決定軍事的行動要做到什麼程度。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開戰指導。那終戰指導就是說，你打到什麼樣程度，你要結束這場戰爭。譬如說俄烏戰爭來講的話，它的政治目的，普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烏克蘭不可以加入北約。對。那這次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推敲泰國這次發動這場戰爭，它政治上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它政治上目的，阿努廷很明顯的，他只是為了壯大他自己執政黨的，鞏固他執政的實力，因為他現在是少數政黨嘛。那如果說是借着這場戰爭可以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大勝仗，那你想想看，在未來60天之後的這種議員選舉，他所帶領的這個政黨來講，一定可以獲得多數的勝利，那他就可以很安穩的執政。我覺得這是阿努廷的政治目的。那接着這個目的，我們再來看軍事目標來講，他可能要達到什麼目標？我覺得他軍事目標只要能夠獲得一場勝利，他就達到他政治上的目的。第一個，我們講他有沒有能力打到金邊，我認為是有的。以泰檢雙方現在軍事實力，泰國來講完全掌握了制空。那另外除了空中來講它有這個空中戰機之外，地面來講它有各種戰車，包括解放軍提供給他的 VT4 或者是美軍的這種M60戰車等等。那檢方來講，這方面反裝甲武器只限於中國提供給他的反坦克導彈。可是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反坦克導彈，柬埔寨部隊可以說是不堪一擊了，鳥獸散，等於烏合之眾，東西丟在那裡，人就跑掉了。那你連這個反坦克飛彈最重要你都丟掉了，那你以後你怎麼去阻擋人家坦克車的這種裝甲的攻勢？所以我覺得以戰力來講是可以打到金邊，但是我覺得以政治目的來看的話，它不會攻進金邊，因為攻進金邊來講的話，它可能之後來講就很難善了。我覺得最後一個結局這個阿努廷可能第一個達到他政治上有一場勝仗的目的，那有助於他選舉的大獲全勝。第二個來講，他可以借這個機會賣給2個國家面子，一個叫做川普我接受你的調停，我給你看；第二個是中國那你多一些觀光客進來，那他等於就是3贏了嘛。他幹嘛要打到金邊？那你知道進入一個城市作戰不是這麼容易的，所以我認為他不會打進金邊，但是他有這個能力，可是他不會做這件事情。好，我們現在剛剛他特別看到的是泰國就在他這一次針對柬埔寨的攻擊，有他政治跟軍事上面的目的之外，我們要特別今天也會來聊的是不是也有打詐，要幫助打詐，所以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攻擊有關係。等一下請幹哥來帶我們看。我們看到說，確實目前呢，川普做了很多次的
的調停都沒有成功。那大家也在看說，到底為什麼你泰國還是要持續的把軍隊壓進去進攻柬埔寨？而且呢，重點是他們開始在裡面被發現大規模的清剿裡面的電柵園區。畫面上導播，我們來 take 幾個電柵園區都被拿下來，包括這個當中有號稱東南亞最大的賭城、最大的電柵蝸居點，還有一個是電柵中心的集散地等等。而且呢，在這些電柵園區裡面還被發現藏有大量的無人機跟火箭炮，看起來泰國是想要把這些武器也都摧毀。在清剿行動當中，也被發現泰國聯合出動了他們的海空軍，把這一些所謂的這個詐騙園區也80%的建築物都夷為平地了。所以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趁機打詐？那麼也是另一方面，提振泰國自己的觀光。幹哥怎麼看？其實老實講一句啊，泰國從上次那個韓國學生死在那個邊界的事件裡面啊，泰國就受到很大的非議啊。坦白講一句，這對於他們的觀光業有很大的傷害。所以我覺得這次泰國總理那個阿努廷啊，他的態勢這麼明顯，說不用找任何人來調停。哎，第一次聽到，他們竟然總理敢這樣講，說不用找人家來調停，就是我就是要這樣做就對了啦。其實我講一句實在話，剛才將軍也講了，泰國要教訓柬埔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為什麼？因為柬埔寨從赤柬政權到現在沒有，就是他60年過去了，完全沒有進步。他在軍力跟那個政治上面完全沒有進步，他只有在容許詐騙集團的做大中有很大的進步。這個責任都一定要歸咎於洪森父子。洪森父子在這麼多年來的執政的狀況之中，人民沒有富起來，但是他們家族是非常富有，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但是我在講這件事情的同時，他們跟這個中國的關係是如何，始終撲朔迷離。那為什麼？因為剛剛所提到的這些所謂的賭場，還有這些詐騙集團的窩點，這些都是誰？就是我們現在最有名的誠致集團。誠致集團在我們台灣出了大名，然後在美國也出了名。為什麼？因為他在美國被查扣了150億的比特幣等等，還有狗狗幣等等，價值150億的這個虛擬貨幣被川普政府給扣下來了，然後馬上訓令我們台北馬上就抓，一抓才發現我們這個周杰倫大歌星跟他住在一起的，總共有11戶。人家就是這個詐騙集團買下來的房子，同一棟大樓裡面，所以大家會想說，周杰倫大家都知道，可是誠致竟然在他的大樓買了11戶，要當周杰倫的鄰居。現在我講的這個不是笑話，而是我們台灣的老百姓們都會覺得說，那誠致究竟是誰？你為什麼會容留這個人可以這樣子在海外各地，英國、台灣到處新加坡都置產，他在柬埔寨甚至得到了什麼勳爵的位置，所以洪森父子你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個人因為你們的庇護，現在還在柬埔寨境內，然後他們也不理美國，美國當然希望引渡啊，對不對？台灣更希望能夠引渡啊。所以剛才講到哪裡？講到菩薩省園區。奧多棉吉省園區這些的規模都大到比我們知道，我們常常說 KK 園區，對不對？我們常常說妙瓦底的，對不對？大家都比較耳熟能詳是這個，錯了，那個才是真正的奴役這些可憐的這些被害人的地方。所以這些地方坦白講一句，那是暗無天日的，後面的操盤手是誰？台灣人，跟不孝的中國人合在一起，所以為什麼泰國軍方他這次剛鐵了心的，就是我要打過去？為什麼？因為如果說泰國的觀光，大家要知道從普美蓬國王時代開始到現在，泰國的觀光就一直受到青睞。你今天如果說因為詐騙的這種事情而造成的泰國觀光，不要說西方人不來，連中國人都不敢來的話，對於泰國的本身的觀光業、觀光產業是非常嚴重的。柬埔寨也一樣，柬埔寨到今年才恢復到疫情之前，今年總算有670萬人進去看吳哥窟了。坦白講一句，遠遠少於他以前的高峰，都是上千萬人，每年上千萬人去吳哥窟。泰國的 F-16這次就在吳哥窟附近暹粒省丟了幾顆炸彈，
我告訴你，雖然車程距離吳哥窟還有2個鐘頭，但是我在那邊丟炸彈，你就知道我下次真的會丟到那邊去。因為曉得說泰國這次決心是很堅強的，也就是他準備要徹底打擊詐騙集團犯罪。對，那泰國繼續打下去的話，現在看起來這個泰檢衝突到底什麼時候會停下來呢？包括我剛剛提到的嘛，因為川普調停也沒有用。那中國大陸呢？中國大陸其實在這一次爆發衝突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做太多表態的。那其實也有媒體特別做了有關於中國大陸的分析，就是中國大陸的立場的分析。這個是來自於網易的專欄《北向財經》，他也特別點出了說，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可以說是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大陸其實本來也想要打詐，聯合中泰緬一起打詐，那他們確實已經抓到妙瓦底裡面上千名的電詐分子。那對於中國大陸不利的事情，就是說大陸在這邊其實有做了非常多的一帶一路的建設，不管是中泰鐵路，不管是這個德崇福南運河，或者是西哈努克港等等，你這個打下去，戰火一拖，當然會充滿變數。那接下來北京到底會怎麼做？那委員又怎麼看？對這一次的這個泰檢的衝突哦，其實。大家當然都知道，在台面上是因為這個博威夏市的這個主權哦，包含它周邊土地的主權問題。那麼靜音呢，這個在台面上講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泰國的士兵這個觸及了柬埔寨所布的這個地雷，造成了傷亡哦。但是就如同剛才將軍所提到的，就真正的原因是這樣嗎？因為其實你說博威夏市的這個主權跟它周邊土地的主權的爭議，從1962年國際法庭判定之後到現在，經過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了，要衝突早就衝突了。那麼你說踩到地雷，柬埔寨方面也出來講啦，他說這個地雷不是我們設的，這以前就有了，跟我們無關啊，這不是新設的地雷啊。可是泰國完全沒有買單，甚至連川普想要介入的時候，泰國不但不買單不領情，反而還回過頭來批評了川普。所以呢，外界就在看這一次的泰檢衝突的時候，就在想說，那泰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他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剛才將軍已經分析得相當透徹了嘛。就第一個，他內部的政權問題，就是泰國在上一次洪森出賣了這個佩通坦的這個談話內容之後，泰國等於是失掉了一次面子。所以對泰國來說，他要把這個面子討回來。第二，對執政黨來講，他需要一場勝利，他需要贏得他的這個選舉。那麼你說，當然對於打詐，這也是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我覺得北京政府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介入的原因很簡單哦，就是第一，他必須先確定泰國的目的是什麼。那達到了目的沒有？沒有達到目的，他介入就好像川普，他認為他打通電話就可以把事情擺平了，結果一點都沒有擺平。泰國不領情不買單，反而回過頭來罵了川普一頓。所以對北京政府來講，在外交的操作上哦，你要操作在一個很精準的點，就當這場戰爭已經打到看起來也沒什麼必要再打了的時候，你介入調停，那這場戰爭就可以平息下來。可是如果泰國的目的還沒達到，你在這個時候去打了個電話，不要說打1通了，你打100通都沒有用。因為泰國有他自己的盤算哦，對，那你更不要講說這是主權爭議哦。各位仔細注意一下，其實北京政府很少介入主權爭議的，因為他認為主權爭議就是你們這個雙方彼此之間的問題哦，所以北京政府很少介入。為什麼？因為他一旦介入了，那釣魚台事件的主權爭議，其他國家要不要介入？那台灣這個主權爭議，其他國家要不要介入？所以我覺得北京政府的考量當然相當全面哦。你說最後有沒有可能介入？我相信為了這個周邊的區域的安寧哦，以及北京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利益來說，那麼當然最終還是希望這場戰爭能夠盡快的平息下來。那至於什麼時間介入，要用什麼方法介入，公開介入還是私下介入，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操作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